哈利这趟英国回来，三步齐走的环环相扣，前脚带着阿奇、莉莉贝特去海格罗夫见爷爷，大打祖孙温情牌；后脚就去奥尔索普祭拜戴安娜，把怀念母亲的孝子人士拉满。转头又在播客里大聊特聊家庭私事，把跟戴安娜相关的家庭传统、育儿细节抖得明明白白。三件事单拎出来都挺正常，可凑在一起按这个顺序走，味道就不对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边喊着要保护孩子隐私，要低调出行，不对外透露，那边孩子见城堡的反应、祭拜戴安娜的行程、播客里的家常八卦，天天准时上头条。你说奇不奇怪？说好的私密行程，怎么每一步都精准的被媒体知道了？说白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探亲之旅，这是哈里梅根精心策划的一场形象修复战，孩子牌、亲情牌、戴安娜牌，3张牌轮着打，就为了把凉透的英国口碑再焐热一点。先从第一步说起，海格罗夫庄园的祖孙会面，这是整个布局的开局。7月11号，哈里带着梅根和2个孩子去了格罗斯特郡的海格罗夫庄园，跟查尔斯国王、卡米拉王后见了面。这是阿奇和莉莉贝特4年来第一次见爷爷，也是自2022年白金禧年后，一家人第一次正式团聚。可别以为这是普通的家庭聚会，王室这边的防备心拉满了。会面之前，查尔斯直接定下3条铁规矩：第一，全程不准拍照，连王室官方都不发一张合影；第二，这次会面的所有内容不准写进哈里的下一本回忆录；第三，任何画面和素材都不准流到网飞那边去。3条禁令，一条比一条狠，直接把哈里最擅长的变现路径全堵死了。安检更是严得离谱，所有人进门之前，手机统一放进法拉第屏蔽带，智能手表、蓝牙耳机这些能录音录像的设备全部寄存，走的时候才还。更夸张的是，连梅根的化妆包都被安保翻了一遍，就怕里面藏着针孔摄像头。哈里的随行团队成员一律不准进会面的房间，只有他们一家4口能进去。门关上之后，外面的人谁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卡米拉王后也在场，而且角色很关键，她不是来凑数的，是来盯着的，防止哈里梅根当场说什么不该说的，做什么不该做的。而且据说长期保密协议就是卡米拉提出来的，要求哈里承诺以后不管出书、拍纪录片还是接受专访，都不准再讲这次会面的内容。会面的细节被知情人士描述的特别有画面感。厚重的橡木门缓缓推开，夕阳把庄园尖顶染成金色，墙上爬满常春藤。7岁的阿奇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，5岁的莉莉贝特死死拽着哥哥的衣角，2个孩子盯着那片金色尖顶看了足足3分钟，直到哈里在后面轻轻推了一下，才怯生生地往里走。这画面感简直是写好了通稿发给媒体的。2个加州长大的孩子第一次见真正的皇家庄园，震撼、胆怯、好奇，所有情绪都恰到好处，既突出了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王室血统，又侧面烘托了哈里带孩子寻根的苦心，父亲形象瞬间高大了不少。餐桌上的食材大多来自查尔斯自己的有机菜园，饭后查尔斯还带着2个孩子去庄园鸡舍捡鸡蛋，阿奇拿着刚下的温热鸡蛋舍不得放手，莉莉贝特蹲在旁边看得眼睛发亮。查尔斯就像普通爷爷一样，蹲下来帮孩子擦掉鸡蛋上的灰，帽子被小孩不小心碰歪了，也笑着不生气。你品品这些细节，有机菜园、鸡舍捡鸡蛋，爷爷蹲下来擦灰，每一个画面都精准戳中英国人喜欢的点，温情、接地气、隔代亲。可问题来了，说好的私密家庭聚会呢？连鸡舍捡鸡蛋这种细节都能被媒体知道，到底是谁放出去的消息？查尔斯这边守口如瓶，王室官方半个字媒体，那答案就不言而喻了。整个会面也就1个多小时，说是下午茶更准确。梅根全程话不多，姿态放得特别低，跟以前那个放话王室不道歉绝不回英国的他判若两人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有求于人的时候，脾气再好时也得收着。哈里更是提前拍了胸脯，保证绝对不把见面内容往外捅。可转头知情人士就把细节报得明明白白，这操作也是很熟悉了。哈里对外的说法特别好听，希望孩子珍惜自己的血统，明白作为继承人意味着什么，为此感到自豪。
话说的特别冠冕堂皇，可仔细琢磨就很讽刺。退出王室的时候不说珍惜血统，骂王室冰冷无情的时候不说珍惜血统，现在要靠王室 IP 赚钱了，想起来教孩子为血统自豪了。说白了，这就是软解冻策略。大人的名声已经臭了，那就用孩子开路，孙子孙女多可爱啊！老人见了心就软，民众看了也容易共情。我不直接提要恢复头衔，要安保待遇，我就带孩子回来看看爷爷。你总不能不让亲爷爷见孙子吧？道德高地先站住，谁反对谁就是冷血。而且这招还有后手，孩子见过城堡了，跟爷爷有感情了，后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说孩子需要跟家族保持联系，孩子需要英国的根，一步步往王室核心圈蹭。温水煮青蛙，这次见1个小时，下次就能待半天，再下次说不定就能参加个小型家庭活动，套路都是设计好的，就看王室接不接招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住宿的事，特别打脸。以前哈里回英国都是住弗罗格莫尔别墅，女王当年送他的结婚礼物，温莎城堡里的独栋房子。可2023年备胎出版之后，查尔斯直接把房子收回去了，连他们装修花的240万英镑都打算拆了复原，抹掉哈里梅根在里面的所有痕迹。这次回来，哈里连个正经王室住所都没有。白金汉宫本来答应安排住宿，临了又临时取消了，最后只能自己找酒店住。安保也是自己掏钱，王室一分不出。以前哈里打官司的时候哭穷，说没警察保护就有生命危险，真要回来的时候又悄咪咪自己解决了。合着危险只在要福利的时候存在，要办事的时候就都能克服是吧？第一步温情牌打完，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杀伤力最强的戴安娜牌。从海格罗夫出来，哈里一家直接去了北安普敦郡的奥尔索普庄园，戴安娜的娘家，也是她安葬的地方。戴安娜1997年去世后，就葬在庄园里圆形湖中心的小岛上，四面环水，只有坐船才能过去，特别私密，平时根本不对外开放。这是阿奇和莉莉贝特第一次正式来到祖母的安息之地，意义特殊。哈里带着2个孩子坐船去湖心岛，给戴安娜献花，跟孩子讲奶奶的故事。按说这么私密的时刻，应该安安静静的，对吧？可消息还是准时走漏了，全英国都知道哈里带孩子去祭拜戴安娜了。你说巧不巧？见爷爷的料报完，紧接着祭拜奶奶的料就跟上了，节奏卡得刚刚好。一波温情还没消化，另一波感动又递上来，民众的情绪被拿捏得死死的。孝子人设、好爸爸人设，一次性立住2个，性价比拉满。本来梅根还盘算着拍点素材，用在明年戴安娜逝世30周年的纪录片里。这部片子被他当成咸鱼翻身的最后希望，自己要担任重要角色，深度绑定戴安娜人设，把自己打造成继承戴妃精神的儿媳。湖心岛祭拜，孩子第一次见祖母墓地，随便剪几个镜头都是催泪弹，流量和口碑双丰收。可惜啊，斯宾塞家族早就防着这一手了。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·斯宾塞伯爵直接把规矩摆死了，不准带摄影团队，不准自己带相机，所有影像资料不准用于网飞任何项目，敢违规就法庭见。3条禁令直接把梅根的算盘砸了个稀碎。墓地是斯宾塞家的私产，王室管不了的事，戴家能管。戴安娜的弟弟护了姐姐一辈子，怎么可能让外人拿姐姐的安息之地当变现工具？所以这趟奥尔索普之行，梅根是白跑一趟，素材半毛钱没捞着，只能规规矩矩祭拜完就走。想蹭戴安娜的金粉翻红，结果被亲舅舅堵在了门外，连个镜头都没捞着。梅根带着孩子在英国只待了2天，7月12号就火速飞回加州了，留下哈里一个人继续处理剩下的事。为什么走这么急？一方面是孩子要上学，另一方面也是怕待久了露出更多破绽。该拍的温情画面都有了，该放的料都放了，见好就收，剩下的交给哈里一个人表演就行。2步线下操作打完基础，第3步就是线上放大播客采访，把所有情绪价值彻底引爆。很多人以为哈里去瞧马勒的播客是为了宣传不可征服运动会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公益只是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借着轻松聊天的名义，
把精心准备好的人设素材全都放出去，而且是用随口聊家常的方式说出来，比发公关稿自然100倍，观众更容易共情。去播客之前，哈里还去伯明翰参加了不可征服运动会1周年倒计时活动，这是他这趟英国行唯一的正经公务，也是他的基本盘。他下场玩了轮椅橄榄球和匹克球，跟主持人艾丽森·哈蒙德搭档，现场气氛特别好。演讲的时候，他说，2014年第1届不可征服运动会在伦敦办的时候，他头发还挺多的，现在已经秃得差不多了。一句话自黑又幽默，全场都笑了。还说运动会回到英国意义特别重大，英国永远懂得服2字的分量，站位又高又正。可这些都是铺垫，真正的重头戏还是播客。播客里聊的内容看起来很杂，什么发色梗、秃头梗、真人秀、足球，嘻嘻哈哈，特别热闹。可你把核心信息拎出来，就会发现每一个话题都在为形象服务。聊发色，他说自己不是姜黄色，是日落赤褐色，自黑又幽默，拉近距离。聊秃头，他调侃头顶没什么可打理的，大方不矫情，显得真实。聊爱情岛，他说自己看过几集，跟普通英国人没两样，接地气的不行。聊足球，他预测英格兰世界杯夺冠，一句足球要回家了，爱国情怀直接拉满。主持人还让他自我介绍说职业，哈里的排序特别讲究，全职奶爸排第1，然后才是退伍军人、英国王子、公爵，把父亲身份放在所有头衔前面，这个姿态摆得特别漂亮。可问题是，真要是想当全职奶爸，安安静静在家带孩子就行了，何必天天上节目接受采访，把家里的事往外说呢？全职奶爸的人设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扭转之前怨妇王子的负面印象，为后续的商业和回归铺路。可这些都是前菜，真正的主菜是育儿和戴安娜相关的内容。哈里在节目里主动聊到自己的育儿经，说孩子的韧性特别让人惊叹，看待生活的方式很新鲜，还特意提到，每当日子难过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把孩子抱得特别紧，而这个习惯是跟戴安娜学的。一句话，信息量巨大，既立了温柔好爸爸的人设，又把戴安娜搬了出来打感情牌，还顺带着暗示自己的育儿方式传承自母亲，跟着描红。听众光顾着感动了，很少有人会想，这些极其私人的家庭细节，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？嘴上喊着保护隐私，转头就把跟王母相关的育儿细节拿到播客上讲，这到底是怀念还是消费？这还不算完，他在斯科蒂士兵慈善节上还主动爆料，说家里有个坚持多年的传统，每年7月1日戴安娜生日，8月31日戴安娜忌日，全家都会一起做柠檬淋酱蛋糕，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记住奶奶。还说传统特别重要，尤其是甜的传统，一句话又温柔又有画面感。柠檬蛋糕这个细节一出来，全网都在喊好感动，哈里孝子好爸爸的形象直接冲上顶峰。可冷静下来想想，连家里每年做什么蛋糕，在哪天做，这种极其私密的家庭传统，都要拿到公开活动上讲给媒体听，这真的是在纪念母亲吗？还是说，母亲的纪念方式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营销的素材？更讽刺的是，哈里一边在播客里把自己的私事抖得底朝天，一边又在跟每日邮报打官司，控诉媒体侵犯他的隐私。他说媒体窃听电话、挖医疗记录、查财务信息，让他和梅根生活痛苦不堪。可你仔细算算，他自己曝光的隐私比媒体挖出来的多得多。备胎里连私处冻伤、失去童真这种事都写了。播客里上厕所刮胡子的流程、育儿细节、家庭传统，全往外说。孩子的生日照、穿搭、发色、兴趣爱好，定时定点放出来。每日邮报总编辑保罗·戴克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哈里自己泄露的隐私，比任何媒体做的都彻底。话糙理不糙，合着侵犯他隐私的，都是他不想让报的内容，他自己主动放出去的，那就叫分享生活是吧？双标玩得明明白白，这套路他们用了不是1次2次了。当年大婚的时候，来宾全部上交手机，号称史上最注重隐私的婚礼。结果婚后各种婚礼细节、照片、内幕源源不断的往外流，孩子出生也是，说要保密不公布，转头各种角度的照片、体重、名字、寓意，
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说白了，他们不是讨厌媒体，是讨厌不受他们控制的媒体。能帮他们立人设、涨流量、抬身价的报道，那就多多益善；拆他们台、铺他们黑料的，那就是侵犯隐私，必须起诉。好处全占，道理全沾，怎么算都不亏。三步棋走完，哈里的真实目的也就藏不住了，钱，还有回归的可能性。刚退出王室的时候多风光，网飞1亿美元 ，Spotify 2500万英镑，各种代言合同接到手软，身家号称过亿。可实际上那些合同都是有 KPI 的，得产出内容达到指标才能拿满，真正到手的没多少。现在呢 ，Spotify 早就黄了，网飞也不打算续约。今年4月，最后一个大赞助商也跑了，全家就靠梅根那个卖不动的 As Ever 品牌撑着。65万件库存压在仓库里，果酱、蜂蜜、蜡烛、糖霜、葡萄酒堆得到处都是，保质期集中在2027年夏天，卖不掉就全砸手里。蒙特西托豪宅背着950万英镑贷款，1年安保费300万美元，佣人园丁一堆开销。从戴安娜和王太后那里继承的1.6亿英镑遗产，6年造的差不多了，连哈里珍藏的猎枪都卖了还债。梅根演讲费从150万美元砍到40万都没人请。Met Gala 连续2年被安娜温图尔拒之门外。好莱坞就是这么现实，你有流量有话题的时候捧着你，一旦热度下去，谁都懒得理你。明年戴安娜逝世30周年的纪录片，就是他们手里最后一张大牌。这部片子要是能爆，商业价值就能回一波血，口碑也能翻盘。要是扑了，那可就真没什么牌可打了。所以这次反应才会这么密集的打戴安娜牌，既是预热，也是试水，看看民众的反应，为明年的大动作铺路。梅根都急了，直接跟哈里摊牌，让他多赚钱，说他厌倦了一个人撑着家里。哈里还活在我是王室成员的幻觉里，总想做有使命感的事，可梅根是看账本的人，房贷、工资、安保费，哪一样不要钱？所以这趟回来，根本不是什么亲情觉醒，是经济压力逼的。英国市场王室 IP 是他们最后一座金矿了，先靠孩子打亲情牌软化查尔斯，再靠戴安娜拉一波民众好感，最后靠亲民播客扭转口碑，一步步来，就为了撬开王室的门缝。只要能跟王室修复关系，哪怕只是表面的，商业价值都能翻番。可惜王室这边看得门清，查尔斯心软见了面，可分寸拿捏得死死的，私产见面不发通稿不算正式接待，给你亲情的面子，不给你制度的口子。威廉那边更绝，直接不见面。哈里在英国待了5天，兄弟俩相隔7、8英里，愣是一面没见。4年龄交流，这道裂痕根本不是几个孩子、几波通稿就能补上的。威廉为什么这么硬气？因为他护了哈里一辈子。父母婚姻破裂的时候，威廉才10几岁，查尔斯和戴安娜吵得天翻地覆，2个孩子躲在角落里。威廉那时候就知道护着弟弟，尽量不让哈里听到那些难听的话。戴安娜把自己锁在浴室哭的时候，威廉就从门缝底下塞纸巾进去安慰妈妈，转头还要哄弟弟，告诉他没事的。戴安娜去世的时候，威廉15岁，哈里12岁。葬礼上，2个孩子走在灵柩旁边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。威廉那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却要牵着弟弟的手，走完那一段最漫长的路。从那以后，长兄如父4个字就刻在了威廉身上。哈里10几岁叛逆，抽大麻，开狂野派对，是威廉帮着查尔斯一起管教。20岁的威廉自己还在上圣安德鲁斯大学，就要操心17岁弟弟的学业和品行。这个哥哥当得有多不容易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哈里退出王室的时候，威廉接受采访说过一句话：我这一生都在护着我的弟弟，但我现在无法再这样做了，对此我感到很难过。一句话道尽了几十年的兄弟情，护了一辈子，护到最后反咬一口，换谁不心寒？备胎出来之后，兄弟俩最后一点情分也没了。哈里在书里把威廉写成被王权异化的恶霸，说他动手打人，说他嫉妒自己，连凯特都被拉出来踩。威廉从头到尾没公开回应过一句，不是没话说，是不屑于跟弟弟在媒体上吵架，可心里那道坎是真的过不去了。4年零交流，
不是赌气，是真的失望透顶。威廉是未来的国王，他要对整个王室负责，不能因为父亲心疼孙子，就把规矩毁了。今天让孩子进门，明天就得恢复头衔，后天就要纳税人掏钱养安保，口子一开，后患无穷。还有那个安保的谎言，也被这趟行程戳穿了。前2年打官司的时候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说英国跟战区似的，没警察保护就有生命危险。结果这趟带着老婆孩子悄咪咪就回来了，逛庄园、上墓地、参加活动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合着危险只在要安保费的时候存在，真要回来蹭热度就啥事没有，自己打自己脸，打得啪啪响。现在哈里梅根的处境就是两头不靠，在美国吧，商业价值下滑，上流圈子慢慢不带他们玩了。回英国吧，王室半开门半掩门，查尔斯给点温度，威廉把着大门，看似每一步都算计到了，可实际上哪一步都没达到预期。最可怜的还是孩子，阿奇和莉莉贝特有王室血统，有王子公主头衔，可从小在美国长大，连白金汉宫阳台都没上过几次。哈里现在教他们珍惜血统，为身份自豪，可自豪什么呢？自豪爸爸跟全家闹翻了，还是自豪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当筹码用？戴安娜当年拼尽全力保护2个孩子的童真，不想让他们被王室规矩束缚，结果现在哈里自己的孩子又被卷进了同样的权力游戏里。孩子是无辜的，可大人的算计终究会落到孩子身上。亲情是用来维系的，不是用来变现的。怀念是放在心里的，不是挂在嘴上营销的。拿孩子打亲情牌，拿母亲的逝世打感情牌，短期可能有用，长期来看，消耗的都是最珍贵的东西。真隐私从来不是喊出来的，是自己守住的。一边控诉媒体侵犯隐私，一边主动放料制造话题，时间长了，没人会再信那套说辞。口碑是攒出来的，不是通稿堆出来的。哈里的3步棋下得很精，可王室也不傻，路是自己选的，走出去了，就没那么容易走回来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